受邀参加兄弟的婚礼，朋友打趣我什么时候结婚，我说1个月后，女友说再等等。我俩同时开口后，他看向我的目光带着埋怨和质问：你这样逼我有意思吗？当晚他就打着单身夜的名头陪白月光彻夜不归。原来他根本不想嫁我，不过我没有挽留，只是掏出手机吩咐婚礼照常进行。幸好我想娶的人也不是他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凌晨12点，我收到一段视频，一个陌生的号码发过来的。点开视频，画面中男男女女在舞池中舞动，严叔被我照顾的雪白的肌肤在舞池中格外刺眼，跟着音乐节奏疯狂舞动的她像是个 KTV 的公主。有男生贴上去，她没拒绝，反而顺从地让男生掐住她的腰肢。音乐到高潮处，男生捏着她的下巴，她勾唇扬起头，肆无忌惮地吻了上去。那个男生我认识，或者说我们整个圈子的人都认识，那是严叔的初恋傅延川。我听朋友提过，二人大学时是模范情侣，经常在学校看到他们出双入对的身影，只是不知为何后来会无疾而终。那时候我并没有太过在意，只当作是学生时代的怦然心动。白月光又如何？现在陪在他身边的是我。如今看着视频，我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也渐渐熄灭。严叔的脸在我眼前慢慢扭曲，我给严叔打电话，没人接。号码的主人又发了一句充满挑衅的话：你就算要娶她，又怎么样？他爱的依旧是我。我没有回复，只是默默将号码拉黑。想了想，我打给严叔的闺蜜，电话接通，我开门见山：严叔和你在一起吧？那个男的是谁？那边沉默，明显有些心虚。这时我听到严叔的声音：到你喝了，和谁打电话呢？工作上的事。闺蜜压低声音说：不和你说了，我手机要没电了，1万。我开了价：不可能，你拿我当什么人了？5万，我要那个男的所有信息。那你别说是我。我嗯了一声，电话挂断，手机提示音很快响个不停，里面有严叔的微博小号，我从来不知道的小号。我点进去，发现他更新得很勤快，吃什么，去哪儿玩，看了什么书都要发一条，每条下面都有傅延川的留言：严叔，舔了你了，给心爱的人织条围巾。傅延川，围巾收到，可惜他在家，我没法去取。严叔，哼，不要算了，那是一条黑色的围巾，是去年生日严叔送我的生日礼物，那时我还挺感动，现在看来原来是傅延川不需要的，才轮到了我。继续往下翻，我看到了让我彻底心寒的一条动态：疫情最严重那年的情人节，我被困在酒店，没法和严叔过节。他生气了好久，可是他微博上这天的动态却是和傅延川的对镜接吻自拍，背景赫然是酒店的大床房。叮咚，微博提示有更新，严叔发了条新动态，文案是和青春告别。傅延川留言：希望他能好好善待你。我默默合上手机，揉了揉眉心。晚上11点，严叔的电话如约而至，电话那头声音嘹亮，带着一丝兴奋：慕白，今晚别等我了。我没说话，他心虚一般，补了句：我闺蜜她们知道我要结婚，要给我过单身夜。这句话我太熟悉，因为兄弟婚礼结束后，同样的话他说了7次，也就是说，他借着单身夜的名号，整整1个礼拜都没回家。电话那头，音乐的喧闹和人群的呼喊声顺着听筒传来，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见我迟迟没有回应，
严叔又喊了声：“哥哥，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”语气小心翼翼中带着些许试探。他静静等着我回话。我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表，莫名的脱口而出：“11点了。”外人可能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但这属于我俩之间独特的默契。我清楚，他也清楚，这是以前热恋时期他定下的规矩。那时他刚工作，而我因为事业上升期，每天几乎都会应酬到很晚才回家，有次都快凌晨。我回到家发现他锁在沙发里，像一只小猫一般，看见我后迷迷糊糊奔向我，小心翼翼地试探：“慕白，不能11点前回来吗？”那时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，一开始他的性格很活泼开朗，但因为我的经常晚归，而生生变得多疑且敏感。我看着他湿漉漉的眼睛，嘴角还残留着一丝蛋糕上的奶油气息。在他生日当天，我实在说不出什么拒绝的话，所以我答应了。2周内那段时间，他明目张胆地打电话来：“慕白，11点了哦，该回家了。”语气俨然像是一副小管家婆的样子。到后面他一说11点了，我自己都会下意识回答：“该回家了。”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小游戏。可就是因为太过于心照不宣，以至于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个小游戏不知道何时已经停止了。到底什么时候停的呢？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也许是他工作转正，也许是他频繁出差，也许更久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像是笃定我一定会按时回家一般。但是有一点，他可能忘记了，那是我一时心软给他许下的特权。我想收回，随时都可以收回。严叔愣住了，显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，顿了半晌，直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道男声：“叔叔，快来呀，都等你呢。”是傅延川，声音由远及近，似乎意识到什么。傅延川嗤笑：“还没结婚就开始查岗啊？这以后结婚了不得，烦死！”严叔没有说话，傅延川又催了句：“快点的呀，真心话大冒险都等着你呢。”严叔这才说话，语气软了下来，带着一丝央求：“哥哥。”我捏了捏鼻梁，收回那些外露的思绪：“以后你都不用回来了。”严叔似乎有些惊讶，紧接着有些不满地抱怨：“哥哥，这可是我最后一次的单身夜呀！”他在怪我为什么逼他。可认识我俩的都知道，我和他谈了3年，对他宠爱有加，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。1周前，朋友的婚礼上，作为新郎的朋友调侃我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再等等，不着急。半年后，我和严叔几乎同时开口。严叔埋怨地看了我一眼，神色中满是不情愿。这种态度让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。我看着朋友皱起的眉头，自顾自地补充了一句：“估计得下半年了，婚礼准备起来比较麻烦，可能是碍于照顾我的面子。”严叔沉默了，没有再反驳。但回家后，他却冲我大发脾气：“江慕白，你为什么要逼我呢？我才25，所以呢？”我看了他一眼，只觉得好笑。我们在一起3年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他总是喜欢抱着我的手臂，一脸憧憬，说好想快点嫁给我。甚至他前2年许下的生日愿望，都是要嫁给我。才短短1年，他就忘了吗？那场争吵最终没有结果，因为只是他单方面的发泄。我只是觉得很累，看着他固执的表情，我实在没力气争论自己到底是不是在逼他。严叔气冲冲地出了门，并且彻夜未归。我想那天傅延川就找上他了吧，否则不会第2天他就告诉我说他要参加什么单身派对。直到今天，依旧是参加单身派对。电话那头，傅延川催得很紧，没等我开口，
严叔就急匆匆地挂了电话，直到深夜，他的信息才发了过来：哥哥，我最爱你了，我明晚回家。我曾在网上看到一句话，当一个夜不归宿的女人深夜突然跟你表忠心，那就说明她身旁的男人完事了。果然，我又接到另一个号码发来的照片，照片中严叔脸颊酡红，双眼迷离，还要谢谢你替我把他保养得这么好。对方的一次次挑衅，在我看来只觉得可笑。关上手机，我没有立刻回复严叔的消息。距离我定的婚期还有不到半年，我如果不表态，他绝对会用所谓的单身派对来度过这段时间。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也为了向我表达不满，3年的感情，他总觉得我离不开他，但是他错了。我一直很清醒，没有谁离了谁就活不下去。和谁结婚不是结婚，之所以是他，只是因为他顺眼，就留在身边。他听话，我就宠他；出轨了就换，挑个干净的、听话的、顺心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严叔没有像以前一样，等不到我的回复就一直纠缠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凌晨3点，我拿起手机回复了那句消息。我说不用回的意思是，我们分手，感情需要有始有终，在一起是由我提出，分手也理所当然，应该由我来说出口。我不是没给过他机会，可他不珍惜。我觉得自己称得上仁至义尽，奶奶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我必须按照原定计划结婚。既然他不行，那就换一个。我在群里发了信息，让哥几个帮忙介绍些新人。就在这时，房门敲响了，一下接一下，不紧不慢的声音在深夜里格外明显。我起身打开房门，强装镇定的女孩瑟缩着站在门口，她一手拎着蛋糕，见我出门，脸上露出开心的神色。江慕白，声音颤抖，但语气却很是坚定。不等我开口，她又认真开口：我来撬我姐姐的墙角。女孩柔媚的声音顺着夜风飘进我的耳朵，同样飘过来的还有一丝酒气。我想起我第一次跟严叔回家时，这个女孩定定地盯着我，那目光让我很疑惑。我想了又想，确定自己并不认识他这号人。如今我又想，依旧确定，认识严叔之前，我和眼前的女孩并没有任何交集。可他却站在我面前，又开口：江慕白，你考虑考虑我。我双手抱胸，看着眼前身材相比严叔显得娇小许多的女人。我和你姐还没分手。她仰起头看向我，一张精致的脸暴露在我的视线下，脸颊粉白，嘴唇饱满，四目相对。她满脸平静地阐述一个事实：你们又没结婚，准备结，结了婚也可以离。我笑了，歪头看着眼前的女子：你就这么不想你姐姐幸福？她不说话了，低下头，用几乎卑微的语气小声呢喃：考虑一下我吧。女孩的柔弱往往会让男人心疼，但是我很清楚，美丽的花通常带刺，更别说这种主动送上门来的。我感觉我拿捏不住，我想拒绝，可他并没有给我张口的机会，一把将蛋糕塞进我手里。是我大学时经常吃的那家，考虑一下吧。就在我和他僵持之际，严叔的电话打了过来，刺耳的铃声在深夜中显得有些聒噪。我接通，严叔的声音没了刚才的气定神闲：哥哥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现在马上回家，我们当面聊。我没有说话，面前的女孩却是上前一步，酒气和女孩身上特有的香气混合，一个劲儿地往我鼻腔里钻。她丝毫不顾及我接通的电话，明明面色如常，可做出的事却很疯狂。她推开我，自顾自地走进屋内：你和严叔不需要分手，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
我不知道严叔听到了多少，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紧张。谁在你旁边？我想挂断电话，可女孩却直接开口：是我。严叔认出了女孩的声音，愣了一下，喊了句：妹妹。女孩没有说话，严叔的语气却突然轻松起来。既然你在就好了，你帮我好好劝劝你姐夫，我明早回去，这边走不开。我冷笑，果然这个女人很贪得无厌。女孩语气正经，认真回答：好的。严叔挂断了电话，他只听到声音，没有听到内容。他不知道自己的妹妹正在撬他的墙角。我挂了电话，看着面前的女孩，脑海中浮现她的名字严依依。女孩点了点头，也不说话，像是在等待我的审判。我深吸口气，用调侃的语气说：你回家吧，我对小孩没兴趣。其实这话我自己都不信。严依依毫无疑问是很多男人喜欢的那一款，漂亮，话少，有自己的判断力，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。以前和严叔谈恋爱时，喜欢爱撒娇的女孩子，可是到如今才知道那种想法有多糟糕。我是找女朋友，不是找一个祖宗。但是就算我在没有道德和底线，也不会和前任的妹妹无缝衔接。面对我的拒绝，严依依并没有妥协，反而看着我开口：和你没关系，是我勾引你的。那目光太过强烈，好像要透过我的肉体直逼我的灵魂。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几秒，而后默默关上房门。严叔出轨在先，我和他提分手，他的妹妹在我单身期间主动来找我，我们在一起，合理。我道德感就是这么低，因为道德感低，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活得很开心。房间内看着进了屋后因为紧张而手足无措的女孩，我竖起手指，约法三章。她抬头，我晃了晃食指。第一，我们的关系暂时不公开，我担心我奶奶接受不了。她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提任何反对意见。我伸出中指继续说：第二，我奶奶离世后，我们就离婚。她张了张嘴，可依旧什么也没说。第三，婚后不能限制我的自由。她依旧愣在原地。我上前用3根手指轻轻戳了戳她的脑袋，咚咚。也不知道是谁的心跳声音那么大，将主人的心暴露得一干二净。严依依脸颊通红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强装镇定：我也有一个条件，必须尽快结婚。行。她是真的很急。听到我答应后，她立刻坐在沙发上看起了婚礼布局，那熟练的模样让我忍不住好奇：你准备了很久吗？她摇头，边翻看着手机边回答道：没有。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以前在想怎么撬墙角。我笑了，顺手把蛋糕拆开，坐在她身边，看她挑选婚礼场景。水果蛋糕，我把上面的芒果挑出来放到一旁，她顺手拿起来塞进嘴里，有些含糊不清：不喜欢芒果吗？我想了想，以前好像很喜欢，但忘了因为什么就不喜欢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想了个借口：我对芒果有点过敏。她愣了一下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认真说了句知道了，而后就很自然地将蛋糕上的芒果撵走，低头认真浏览婚礼相关事宜。这个画面有点奇怪，凌晨3点，和前女友的妹妹一起筹备婚礼，怎么想怎么荒唐。但是身旁的严依依却是丝毫不受影响，挑完之后还来询问我的意见：这家怎么样？这个款式的请柬挺好看的，你觉得呢？婚纱的话，约在月底去是可以吗？一个接一个问题，恍惚间，原本只停留在口头上的结婚一下子提上了日程。到最后我实在撑不住了，起身回卧室睡觉。关门时，
我无意中看了他一眼，他身体紧绷，脊背挺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小小的屏幕，手指指尖用力到发白。我才意识到他有多亢奋。看着垂着头拼命压抑自己的姑娘，我沉默了一下，指了指一旁的侧卧，客房在这儿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他站起身，顺着我的指尖机械地转头，就像是个机器人。我忍不住轻笑。他回过神，语气正常地开口：“不睡了，有钥匙吗？”我疑惑。他解释道：“我有跑步的习惯，现在下去跑步，早上回来你可能还没起床，合理。门口鞋柜抽屉里，别瞎跑，当心迷路。”他点头，同手同脚地起身往门口走去。出门前，很是别扭地跟我说了句晚安。我扭头，他手机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，有人给他打电话，震动个不停。我走近，低头，屏幕只有一个字：妈。随后消息进来，我听叔叔说你在姜慕白那儿，你帮你姐姐劝劝她。我并没有想偷看，只是消息却一条条闪烁个不停。你姐姐的性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身为妹妹，应该多体谅姐姐。你年初买的那套房，给叔叔当嫁妆吧，正好可以多换点彩礼。反正你一个女孩子，要房子也没用。我没有继续看下去，抬脚回了卧室。那个表面亲和的老太太，背地里说话原来也这么让人恶心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饿醒的。前一天晚上，除了那2口蛋糕，我几乎什么都没吃。本想去厨房整点吃的，可刚出卧室门，第一眼就看到了严依依。她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，还是昨晚的姿势，戴了副眼镜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。见我起床，她摘下眼镜，站起身走进厨房。出来时，手头多了2个塑料袋，包子和豆浆。吃吧，还是热的。我坐在她身旁，一边吃一边看着她。也许是盯得太久了，她将电脑屏幕转向我：“请柬这个样子行吗？”我这才看清楚她在鼓捣什么。她做了个结婚流程的 PPT， 一本正经中透着些许古板，用的还是最普通的格式。我嘴里的豆浆差点喷出去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怎么会有这么呆板的姑娘？严依依耳朵微微泛红，但是依旧举着电脑等我小碗。我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可看了眼简陋的 PPT， 又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她看见我笑，也跟着我笑。她是桃花眼，双眼皮褶子很深，一双眼黑白分明，看上去有点凶，但是笑起来后，上眼皮弧度变大，倒显得很是深情。我看她，她也看向我，气氛突然就有几分旖旎。就在我以为会发生些什么的时候，房门突然被打开，暧昧的氛围也自然告破。慕白哥哥，我回来了，严叔回来了。距离我们吵架1周多，他第一次回家，妹妹还没走啊。严叔很自然地跟严依依打招呼，后者将电脑屏幕转了回去。我又咬了口包子，仰头靠在后面的靠枕上，想了想，第2个样式好看。严依依轻轻嗯了一声，可能是觉得气氛有些怪异。严叔干脆凑到我身边：“哥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”说着，他想牵我的手，我一把甩开。他没有接着为自己辩解，迅速低头道歉：“我错了，和以前一样，每次吵架他都是先低头的那个，但他从来不改。我很早以前就察觉到了他的敷衍，也屡次试图解决问题，但是他想的只是赶紧将问题翻页。”我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。严叔也许没想到我的反应这么平淡，开口试探：“是不是我朋友说什么不好的话了？”说着，他又想往我身上靠，却被严依依打断：“慕白，你看这个婚纱怎么样？”视线移过去，我点头，他眼光不错，是很经典的款式。严依依接着说：“
那先收藏。严叔突然发现自己插不进我们的话题，他看了看严依依，又看了看我。哥哥。严依依没说话，我也没有搭理他。严叔自顾自地凑到我俩中间，对着电脑看了半晌。妹妹，谢谢你，你这 PPT 做得好细致。他可能以为严依依是给他做的，下一句话开口就是你发我一份吧。严依依低着头没有说话，我清楚地看到她的两手不自觉地攥紧，看了看我后才含糊不清地回答：我还没做完。妹妹真乖，等回家我让妈给你做好吃的。严叔开心了，又围着我转。哥哥，我们的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啊？我嘴里咬着包子，一旁的严依依替我回答：1个月后。咽下包子后，我才闻到严叔身上细微的烟味，我没抽过的那种，带着淡淡的香气。严叔有些震惊，怎么提前那么多？依旧是严依依替我回答，早点定下来好。对于妹妹屡次插话，严叔有些不开心，皱眉道：妹妹，姐姐才25，虽然在和严依依说话，但是严叔的视线却在我身上，眼神里满是抱怨。他以为提前婚礼是我的意思。严依依看着他，所以呢？严叔回答不出，扯开话题，闷闷开口：我闺蜜和我朋友组织了场旅游，下午走，大概去玩半个月，想去就去。我开口给出了自己的意见，毕竟他和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严叔很开心，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，下意识想把脑袋钻进我怀里。严依依再一次打断：慕白，来看看这个。我起身来到他身后，越过肩膀看向屏幕，上面不是 PPT， 而是几个字。我很羡慕，不是生气，也不是极度抱怨，而是羡慕。严叔已经进屋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发。我转身进厨房，路过门口时听到他跟朋友发语音：下午出发，单身旅行 ，Go！ 我从冰箱拿出半颗西瓜，严叔就那么从我面前经过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我。但是就算注意到了，估计依旧会无动于衷。我们之间总是我宠着他。严依依放下电脑，抬脚到我身边接过西瓜，熟练地切好，装盘，又取出葡萄清洗。严叔依旧在打电话，压低声音，听不真切在说什么。空气中是水果切开后的清香气息。我猜不到严依依说的羡慕是什么，只能凭着感觉安慰她。我将她压在沙发上，简单的在她唇边落下一个吻。严叔收拾好东西，出门前仰着下巴冲严依依道：妹妹，婚礼的事宜你帮我准备一下，下半月我回来你就可以轻松点了。严依依低着头，不声不响，没有同意，也没有拒绝。等到严叔走后，她才开口问我什么时候能去看看奶奶。我说很快。严叔出门旅游的第3天，他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告诉我严叔从小身体不好，又有心脏病，话里话外都是叫我要大度。我敷衍地应付了几句，扭头在同城热搜上看到了严叔的脸，应该是篝火晚会，年轻的男女们围在篝火旁，严叔那张俊俏的脸显得格外突出。他身边坐着一个正是傅延川，亲昵地搂着他的肩膀。镜头一过去时，傅延川低下头，深情地注视着怀里的严叔，后者也是娇羞一笑，抬起头，二人吻在了一起。视频配文：年轻真好，可以和爱人一起自由放纵。而视频的作者正是那个傅延川本人。我点开他的主页，最开始他的每条视频总会不经意间露出严叔的身影，要么是胳膊，要么是背影。后来慢慢的，严叔开始处境，大大方方地配合着傅延川的各种要求，包括接吻。年轻真好啊！
我不禁感叹，但我没时间管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。严依依很着急，她安排得很满，我们要一起看房，一起拍婚纱照，还要领证，太忙了，我需要早睡，以集中精力。过了几天，严依依订的请柬送到了，她一笔一画，很认真地写下我们两人的名字。看得出来，她并没有练过书法，但是提笔很认真，姿势端正，表情更是严肃无比，以至于对待每一份请柬都像是对待什么宝物。白天忙，晚上写。我睡觉时他下去跑步，等我睡醒他又开始写。我怀疑他是不是不用睡觉，为了避免他猝死在我房子里，我干脆领着他去看奶奶。奶奶的精神相较以往好了很多，但依旧认不出人，她的记忆模模糊糊，拉着我喊慕白，跟奶回家，又拉着严依依喊叔叔，照顾好慕白。在他眼里，我还是那个需要照顾的少年。奶奶喊错了人，严依依也没有纠正，蹲在他面前，方便他牵手。看着奶奶浑浊的眼睛，严依依认真回答：我知道的，奶奶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。奶奶的精神时好时坏，她记得严叔，这是最难办的一个点。但是严依依信誓旦旦告诉我，让我不要担心，她有办法。严叔做的，她也能做，甚至能做得更好。她认真地说，我绝对会让奶奶放心，我比严叔更好。自那以后，严依依更忙了，又准备婚礼，又照顾奶奶，又要时不时回家征询我的意见，整个人恨不得掰开成三半。但是她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怨言。以前我在忙的时候，都是严叔在照顾奶奶，如今突然变成了另一个陌生的姑娘。医院里应该是有人有严叔的联系方式，打了电话过去询问。也正因如此，消失了1周的严叔第一次给我打了电话，哥哥，我妹妹在照顾奶奶呀。对，他有些慌乱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愧疚。奶奶怎么能让妹妹照顾呢？她笨手笨脚的，还是等我回去。我天天照顾奶奶。她转正后，我工作轻松了起来，我有大把时间去医院照顾奶奶。但是她好像忙了起来，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有多久没去看过那位老人。说起来也怪，我最忙的那段时间，似乎就是我们之间最快乐的时间。我回答他，不用了。他换了话题，婚纱等我回来拍，我妈明天和你一起去看婚房，哪里不满意你先记下来。宝宝，你跟谁聊天呢？电话那头传来傅延川的声音。严叔连忙将听筒远离，我没有拆穿，说了句好，而后就挂了电话。严依依正在厨房做饭，满屋子都是饭菜的香味，语音外放，她应该听到了对话，从厨房端菜出来。明天我们也看婚房。想了想，又补上一句，和我妈一起。我没说话，她又接着说，明天去看房，然后领证拍婚纱照，下周婚礼。我笑她这么着急嫁给我，她不否认，大大方方点头，很急。第二天一早，严叔妈妈就到了。以前谈恋爱的时候，我见过她，那时严叔和她撒娇，她笑得一脸温柔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同样是女儿，她对严依依的态度会是截然不同。看见严依依，她脸上的笑容收了起来，带着几分僵硬。等我们走近，她才开口，去看房子。严依依点头，随即拉开车门，我坐了进去。严母站在车外，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。还是严依依开口，她才上了车，拿着纸巾不停擦汗。到了地方，严依依明显比她妈妈更了解这套房，全程和我解释，指着门口，等你搬进来，可以买一块地毯，你喜欢蓝色就买蓝色的，吊灯款式相对简单。她指着说，
你可以换。房间整体色调我不太喜欢。还没开口，严依依就抢先道：漆的颜色你不喜欢，可以重新粉刷。他妈妈跟在我们身后，像是一个局外人，呆呆地看着严依依，指着房间的布局，说她未来的想法。她用这种方式向我表达她的真诚和决心。转完了整个屋子，严叔妈妈终于找到机会开口：慕白，打算什么时候跟叔叔拍婚纱照啊？这些事都是严依依计划。我一下被问懵了，下意识看向严依依，她也立刻做出了回答：后天。严叔妈妈一愣：后天？后天叔叔还没回来呀？没人回答她的问题，我俩静静地看着她，许是意识到了什么。严叔妈妈将严依依拉进了卧室。我没道德，所以我趴在门上偷听。你做妹妹的，你还想跟姐姐抢男人？我告诉你，这房子你都答应给你姐姐了，你别动其他歪心思。妈知道你暗恋过人家，但是他是你姐夫。严依依没有说话，任凭她妈妈指责。一个当妈的心怎么能偏成这样？我刚想敲门打断，严依依突然开口：说完了。说完我走了。你干什么去？去医院照顾慕白奶奶。这句话彻底揭开了一切伪装。严依依，她妈妈的声音尖细：他是你姐夫。我听到严依依的回答，语气中没有一丝波动。很快就不是了。很快到了领证的日子。当天，严依依罕见地穿了裙子，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出门。出门前，我接到严叔的电话，他在那边惴惴不安地开口：哥哥，你最近刷视频了吗？严依依站在我身边，静静等候着。我上前一步，牵起她的手，对电话那头的人说：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去领证了。严叔顿了顿，显然他知道看房那天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他的语气依旧轻松：哥哥又开玩笑，我没回去呢。怎么领证、盖章、拍照，就这么简单的领完了？只不过照片上不是陪了我3年的严叔，而是相处不到1个月的严依依。严依依举着结婚证拍了又拍，良久才郑重地收了起来，一遍一遍地看着那些照片，嘴里小声嘀咕：真的吗？真的。婚纱，严依依选了很多，每一件都很漂亮。我从中选了一套帘子来开。我本以为严依依就算穿上婚纱，也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模样。可第一眼，我就看到她通红的眼眶。她看着穿了配套西装的我，突然抬手捂住嘴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滑落。导购员贴心地递上纸巾，眼里满是羡慕。你们感情真好。我接过纸巾，为严依依擦去眼泪。她的泪水滚烫，整个人都止不住地在微微颤抖。那一滴滴眼泪，好似一片片汪洋般，不偏不倚地砸在我的心头。我的心中如同海啸般掀起惊涛骇浪。我想，约法3章，第1条，我要违约了。婚纱照拍得很漂亮，除了严依依通红的眼眶。拍完后，她一边摩挲着手机，一边擦鼻子。我把她的脑袋扭正，看着她的双眼，认真询问：你暗恋我？她愣了下，大大方方点头承认：是的。也许是这句话又触碰到了她的泪点，说话的同时，她的眼泪又控制不住地掉落，一边解释一边哭：我暗恋你好久了，他知道我喜欢你，就去接近你。他追你的方式都是我写在日记里的。水果蛋糕，我知道你喜欢。约你去踏青，去滑雪，也是我想出来的。他受了好多委屈，天大的委屈。我一边给他地址，一边听他断断续续的解释，丝毫没有注意过手机连续不断的电话。拿到婚纱照后，我发了朋友圈：结婚，附带2张照片，一张是严依依望着我，眼眶通红的照片，另一张是红底的结婚证，上面写着：
江慕白，严依依，我没再回家，而是跟着严依依去了她的房子。进门后，也许是意识到失态，她低着头不敢看我。我去洗澡，出门后看到她把结婚证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客厅中央的橱窗里，仰头又看了看，模样像极了一个骤然得到糖果却又不敢吃的孩子。见我出来，她侧过头，表情说不上的复杂。慕白，我很羡慕严叔，我的家长会，妈永远会缺席，冬天织的围巾也没有我的份儿，好像所有人都只喜欢严叔，包括你也是。说到这儿，他自嘲一笑，从小到大，我喜欢的严叔都要抢。我养了只流浪猫，严叔要过去，不到3天，猫的尸体就出现在垃圾桶。高中时，我本来有保送的机会，可却因为拉肚子，错过了当天的考试，保送名额被严叔拿走。我的房子，我攒了好久的钱，妈让我让给严叔。我暗恋你好久，严叔明明有喜欢的人，却还要抢先一步和你在一起。严依依碎碎念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。我坐在她身边，安静地听着。最后，她像是叹息般说了句：“我想要的，从来都不能真正属于我。”这句话她说得很轻，可却实实在在落在我心里。也许是心疼，也许是其他的。我吻了过去，像是吻另一个自己。我扣住她的手指，分开时，她无名指上被我套上了一枚戒指。她明显有些激动，胸膛起伏不定。抬眼时，泪水早已模糊了她的眼眶，嘴里止不住地喊着我的名字：慕白，慕白。约法3章第2条，我要违约了。命中注定的人，我不想分开。深夜，我罕见地从梦中醒来，一扭头，严依依就躺在我身侧，脸上满是泪痕，却依旧不敢靠近，只是偷偷牵着我睡衣的衣角。我心底一片柔软，控制不住地将她拥入怀中。她迷迷糊糊地开口：“慕白。”我摸了摸她的脑袋：“我在的，我在。”她这才安心睡去。等第2天，我被巨大的响声惊醒时，她已不在身旁。我推开门，客厅橱窗被砸开，严叔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地站在客厅。在他对面的严依依低着头，脸上被玻璃划破，鲜血直流。看见我，严叔跑过来，压着怒火质问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没理会，快步走到严依依身边，用袖口擦了擦她脸上的血迹。“结婚证呢？”严依依低着头，闷闷回答：“被撕了。”严叔从背后用力拽我，双眼通红：“江慕白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才是你的妻子。”我甩开他的手，冷冷提醒：“我记得我说过，我们分手了。”也许是想起自己彻夜不归的一宿，严叔表情变化，但很快就开始委屈落泪。“我们在一起3年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们一起3年啊！奶奶呢？”她不会同意的。奶奶最心疼我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任由她歇斯底里。当他义无反顾地吻上白月光的嘴，打着旗号参加暧昧旅行，甚至将心甘情愿送到对方床上时，怎么没想过我们在一起的这3年？至于奶奶，一次清醒后，她察觉到了什么，再也没喊过叔叔。她告诉我，谁对我孙子好，我就喜欢谁。傅延川也来了，站在一旁，一副看戏的模样。我走上前，抬手甩了他一巴掌，傅延川一屁股坐倒在地，脸颊肿起，嘴角也渗出了鲜血。“啊，江慕白，你疯了！”严叔尖叫一声，立刻扑了过去，一脸心疼地为傅延川擦拭嘴角的血渍。这一幕让我觉得愈发恶心。我将严依依拉到身后，对着2人怒斥：“滚出去！不然我报警了。”严叔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身后的严依依，神态癫狂，最终控制不住，
扬起手，又想对严依依动手，我一把掐住她的手腕，冷冷开口：“够了，因为你是女人，我对你保持尊重，可你不该动手打我老婆。”严叔被震惊到了，扯着嗓子歇斯底里：“不许你叫这个贱人老婆！”后来场面陷入混乱，我护着严依依，严叔则疯了般发泄着怒火：“你个贱人，敢勾引我男朋友，你该死！”严叔嘴里大骂着，骂严依依的同时也在骂我，而傅延川却是躲在一旁，明哲保身。最后保安赶了过来，将二人带走。严叔挣扎着，一边骂着严依依，一边喊我的名字。我走上前，抬手甩了他一巴掌。严叔愣住了，似乎没想到我会对他动手。严叔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我这个人向来护短，我不打长辈，但是我能打你。傅延川张了张嘴，像是还想说些什么，但在我警告的眼神下，低头默默跟着离开。闹剧结束，严依依沉默地打扫着地上的碎玻璃，又一点点从那堆玻璃中找到结婚证，用胶水小心地粘贴起来，像是在拼破碎的自己。我走过去，他抬起头，眼里水雾蒙蒙。慕白，我没有家了。我蹲下，拍拍他的头，没关系，以后我给你一个家。我知道严叔没那么容易放弃。婚礼前夕，我做了一些准备，婚礼如期进行。我们两个邀请了好友，凑在一起举办了场热闹的婚礼。奶奶坐在摇椅上，拉着我的手喊杨洋，又拉着严依依的手喊依依，如此反复。严依依不厌其烦，一声声地回应他。奶奶笑了起来，我也笑了。这世上，奶奶是让我最担心的人。我担心她会因为严依依是严叔的妹妹而心有芥蒂，但是还好，严依依当初说的的确做到了。奶奶很喜欢她，只是很快，不速之客到了。严叔和他妈妈红着眼睛出现在婚礼现场，傅延川紧跟身后，脸上的表情像极了一个即将为爱人冲锋陷阵的战士。哥哥，严叔刚一开口，一旁的傅延川就指着我的鼻子，大义凛然道：“江慕白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叔叔这么爱你，你却转头娶了他的妹妹，你简直有违伦理。”原来他也知道伦理纲常。我冷笑：“我有违伦理？你自己有老婆，还勾引别人未婚妻，又算什么？”傅延川脸一下拉了下来，低声警告：“你别乱说，我懒得搭理这种小丑。”可严叔妈妈伸手拉住了我：“慕白，阿姨知道你就是一时赌气。”严叔妈妈又当起了老好人：“这样，你先和叔叔办婚礼，回头再重新领个证，小两口安稳过日子不好吗？”一旁的严依依脸色煞白，我冲她露出一个放心的笑容，回过头冲面前三人摇了摇头：“我本不想闹得太难看，既然你们执意要在我婚礼上找事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我冲兄弟打了个手势，后者立刻会意。其中一人将我奶奶带回楼上休息，另一人则将早先准备好的 U 盘插到电脑上。诸位，我们一起来见证。众人诧异的目光中，婚礼现场的显示屏变暗，而后画面开始跳动。那是单身派对的视频，闪烁的红绿灯光下，喝得醉醺醺的严叔勾着傅延川的脖子热吻，旁边的人都在起哄：“亲一个，亲一个！”哦，这才是真爱。良久，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分开。严叔看着镜头，举杯高呼：“敬青春，敬青春！”与视频内热闹的场景不同，婚礼现场此刻却是落针可闻。我站在一旁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，看着严叔和他母亲的脸色变白，嘴唇哆嗦，浑身发抖。周围人讽刺也好，看热闹也罢，我都无所谓。背叛爱情的不是我，
对伴侣不忠的也不是我，我不怕人知道。画面进行到后面，是傅延川发给我的照片和视频。爸，把它关了。看着大屏幕内的自己，严叔终于回过神，可却没有人理他。他看着我，眼泪止不住的滑落。慕白，求你关了好不好？我没有说话，拉着严依依退后。几名兄弟上前将严母拉走，场地中央留给严叔和傅延川二人。敬青春，我举起杯中酒，敬青春。几个好兄弟也热烈回应，祝他们百年好合，百年好合。我走上前，将杯中酒顺着严叔的头顶倒了下去。你现在满意了，这就是你追求的青春、爱情以及自由，不是吗？严叔全身颤抖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冷漠地看着，心中并没有所谓复仇的快感，只是觉得悲哀。从前他掉一滴泪，我都要心疼半天。现在与我何干？我紧紧握住严依依的手，有些愧疚道：“抱歉，事先没有通知你。”没关系，严依依摇头，我只想嫁给你，其他的都无所谓。婚后没多久，严叔再次找上了门，他站在门口，眼眶红肿。哥哥，如果我当初没有去参加单身派对，我们会结婚。我接上后半句，他愣在原地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接着道：婚后你会有无数理由去参加各种宴会，然后出轨，到最后结果也和现在没什么差别。你怎么确定婚后我就会出轨呢？严叔一脸不满，我看着他，语气平淡：因为你参加单身派对那晚出轨是事实，规避一次还会有下一次。就在这时，严依依端着新出锅的菜肴，在背后轻声喊我：老公，来试试新菜系。严叔越过我，朝着严依依高声喊道：你以为他会喜欢你多久？我们3年感情，他不也还是说丢就丢？严依依没有理会他，只说了句：我和我老公要吃饭了，而后轻轻把门关上。晚上睡前我问他：你觉得我们能坚持多久？他吻了下我的嘴角：你教我的，属于我的，要牢牢把握。我知道自己当初所谓的约法3章，如今算是彻底作废了。只是我心甘情愿。在那以后，我和严依依商量了一番，重新挑了一个小房子，免得生活总是被打扰。从朋友口中，我有意无意地听到严叔和傅延川的消息。婚礼上的视频被好事者拍了下来，在各大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疯传。一时间，严叔几乎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别过嫁出去，就是走路上被人认出来，都可能被吐口水。严母没辙，只能带着他搬到其他城市。至于傅延川，视频曝光后，他的现女友果断跟他分手。但那个女孩的哥哥可不是什么善茬，看到视频后，二话不说，叫几个壮汉把他教训了一通。工作单位也以作风不正将他开除。可以说，比起严叔，他才更像是一只过街的老鼠。不过这些我都已经不在乎了。既然上天给了我第2次机会，那我一定不能辜负。我会依然相信爱情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